游戏史上有这么2位主角，这2位就是被许多玩家所熟知的劳拉·克劳夫和内森·德雷克。2人的经历可以说，只要被他们途经的遗迹与建筑，以及乘坐过的交通工具，都会因为各种不可抗力因素倒塌或者损毁。能活下来，只能说他们的命非常之硬。当然，屏幕前的你要是能得到像劳拉这样的妹子，并且活得相当安全，那你就一定是脚踏七星，帝王之命。而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另一位像劳拉一样命硬的游戏主角内森·德雷克。他有着典型的厄运体质，经常主动或被动卷入麻烦事件，有着西方倒斗界的耻辱之称，并且还有着一副开了光的嘴。此时的他正和一位叫艾琳娜的女记者在巴拿马海域打捞一座棺木，而这座棺木里的人正是16世纪英国的著名航海探险家法兰西斯·德雷克爵士，并且棺木和德雷克爵士生前掌握着的神秘宝藏有着某种关联。在2人的交谈中得知，内森正是这位德雷克爵士的后代。而寻找棺木的过程中，女记者艾琳娜以全程跟拍为条件，让电视台资助了内森这次的寻宝行动。当2人打开棺木的时候，却发现只是一座空棺。好在内森在棺木里发现了一本日记，而这本日记正是他想要的，上面有着德雷克爵士生前掌握着的神秘宝藏线索。还没来得及高兴，2人所在的打捞船就遭到了海盗的袭击。艾琳娜本想让内森报警，可内森却说来的时候没有申请相关的文件。好家伙，偷渡啊这是！为了不在巴拿马监狱度过余生，2人便和海盗们展开了战斗。就在打捞船马上就要爆炸的时候，内森的老友苏利文驾驶着水上飞机赶来救下了2人。回到巴拿马港口，内森和苏利文通过日记上的记载，知道了德雷克爵士在太平洋上航行的时候，成功的偷袭并占领了西班牙的舰队，夺走了他们所有的地图以及航海日记。而当德雷克爵士返航的时候，英国的女皇伊丽莎白却下令没收他们所有的地图以及航海日记。德雷克爵士和他所有的船员也被下令对这件事情永远不能提及。既然这件事情引起了英国女皇的重视，甚至不敢冒险派人前去查看，那肯定是德雷克爵士在那一次航海当中发现了神秘且危险的宝藏。可惜的是，日记里记载详细位置的最后一页被人撕掉了，只能按照大致位置寻找。当内森准备和苏利文启程的时候，发现女记者艾琳娜一直跟着自己，于是他便和苏利文在谈笑之间一脚油门甩掉了还在码头上给电视台打电话的艾琳娜。在日记的指引下，2人来到了亚马逊深处的热带雨林。在雨林的遗迹里面，内森发现了一座地下宫殿。进入地下宫殿以后，内森发现早在几百年前，西班牙人就已经来过这里，而德雷克爵士也一定来过这里。一路深入，2人从日记和宫殿里面的线索得知，一座由黄金铸成的雕像已经被西班牙人带走。跟随着雕像被拖行过的痕迹，2人走出了地下宫殿，来到了一座瀑布。而一艘2战时德国废弃的潜水艇正搁浅在瀑布的中央。于是内森留下苏利文在外面，自己则独自进入潜水艇探索。当内森进入潜水艇的内部以后，发现四处都是触目惊心的血迹。途中，内森在一具德国人的干尸旁边发现了散落在地上圆圆的西班牙金币，随手拿走一个。进入到驾驶室以后，内森发现了死状凄惨的德国船长干尸，竟然意外的从船长身上发现了日记上被撕掉的一页，上面正是标有宝藏详细位置的地图。这个发现也表示，当时除了德雷克爵士和西班牙人，还有许多人都在寻找这个宝藏，可都因为不明的原因导致这些寻宝的人接连死去。正当内森和苏利文谈论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无线电另一头苏利文的声音却戛然而止，显然出事了。当内森从潜水艇里面出来的时候，发现苏利文已经被一伙陌生人劫持。原来苏利文欠下了一大笔赌债，走投无路下，苏利文只能在这伙人的首领诺曼那里借了高利贷，从而导致诺曼带人追债，一路尾随2人到了这里。更不幸的是，诺曼听到了2人之间的对话，巨大的利益下，让诺曼想要胁迫内森找到宝藏。无奈之下，内森只好交出了刚刚找到的藏宝图。当诺曼从2人口中知道了充足的信息以后，他竟然直接一枪杀掉了苏利文。当内森也快死在枪口下的时候，潜水艇里面的鱼雷发生了爆炸，内森则趁机会逃离了这里。刚刚逃出升天的内森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气冲冲一路找来的艾琳娜揍了一拳。当内森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艾琳娜以后，一路在敌人的追击之下，经过了惊心动魄的战斗以后，逃到了安全的地方。2人一合计，身为记者的艾琳娜想要故事，而内森想要为苏利文报仇，于是他们决定立即动身，前往那个被西班牙人运走的黄金雕像所在地。就这样，内森和艾琳娜踏上了新一轮的冒险。位于太平洋中心的神秘海岛，内森和艾琳娜2人正驾驶着水上飞机飞行在海岛的上空，这里正是黄金雕像的所在。而这一刻，内森的开关嘴在这一刻开光了。刚说完希望自己是第一个到达这里的时候，就遭到了海上的地对空炮火袭击。在即将坠机的时候，艾琳娜和内森先后从飞机跳伞逃离。没想到的是，内森的降落伞被烧了一个洞，好在背的不是书包，最终内森挂到了丛林的树上才捡回一命。由于降落的地点不同，内森只好开始寻找艾琳娜，一路遭遇岛上提前到来的雇佣兵。他来到了飞机坠毁的残骸处，找到了遗失在
在飞机上的地图，并且发现了艾琳娜正在远处的堡垒之上。好不容易杀到堡垒高处的时候，竟然意外发现了西班牙人舰队的残骸以及建筑下方的艾琳娜。这个时候，艾琳娜身后却出现了雇佣兵，情急之下，内森开枪掩护，却被另一个雇佣兵反手用榴弹炸晕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被关在了堡垒的监狱之中。艾琳娜这个时候却出现在了窗口，简单交谈了几句，艾琳娜便去想办法救内森。这个时候，雇佣兵的首领艾迪出现，开口就拿着内森的地图嘲讽他。从两个人的交谈之中，内森曾经和这个雇佣兵首领艾迪有着不愉快的过去。艾迪对内森说，只要他愿意帮助自己找到黄金雕像，就能让他多活一段时间。内森显然不太愿意，艾迪气急败坏下，想要用艾琳娜的性命来威胁内森，并说一个女孩有什么能耐，惹出多少麻烦。这一刻，内森的开关嘴仿佛会传染一般，艾迪的话音刚落，内森身后的墙壁轰然倒塌。先一步反应过来的内森从艾迪手里抢走了地图，坐上车和艾琳娜绝尘而去。一路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飞车追逐战。当到达一处悬崖的时候，内森驾驶着吉普车坠入水中，侥幸逃过一劫。当二人上岸以后，内森因为经历了这一路的凶险，有了放弃的念头。艾琳娜本想劝说内森，但无论是否放弃，都必须前往港口乘船逃离，而现在只能先到达港口之后再说。于是重新启程，坐上河岸边的摩托艇，朝着港口出发。二人行驶在已经废弃多年的殖民地遗迹中，不禁让人联想是什么让曾经的大批西班牙殖民者莫名消失。而在遗迹的海关小屋中，内森发现了一批当初西班牙人留下的货物清单，上面记载着西班牙人的舰队搭载着许多金银珠宝从秘鲁出发，清晰地记载了黄金雕像的画像和重量。这时艾琳娜注意到了内森脖子上的戒指，内森则说这枚戒指是德雷克爵士的遗物。一开始正是这枚戒指上的坐标指引内森找到了德雷克爵士的棺木，而内森也非常的崇拜德雷克这位伟大的探险家。之后二人来到港口，发现了一艘快艇。当内森准备上前抢夺快艇的时候，艾琳娜却拦住了他，让他看一下自己之前在路上拍摄的录像。内森定睛一看，发现苏利文竟然还活着，而且还有说有笑的和诺曼登上了直升机。艾琳娜因为对苏利文本身就不熟，导致他对苏利文产生了怀疑。内森只觉得尽管苏利文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会是背叛他的人。既然苏利文还活着，二人改变了计划，准备沿着直升机的方向前往北边的山上营救苏利文。路上经过一处吊桥，内森的开关嘴再一次发作，刚说完让艾琳娜注意这些随时可能掉落的木板，艾琳娜就惨遭不幸。还好内森及时抓住了他，为了保命，艾琳娜只好扔掉了手中的相机。随后二人终于来到了修道院，发现了正在和敌人周旋的苏利文。内森随后解决了敌人，成功救出了苏利文。事后苏利文解释自己之所以没死，正是那本德雷克爵士留下的日记为自己挡下了子弹。昏迷状态下清醒过来的苏利文想办法说服了那个追债人诺曼，让诺曼相信只有自己才能找到宝藏。之后苏利文便带着敌人在这座岛上兜圈子，并且苏利文也发现了宝藏就在这座修道院的某处。误会解开，现在又知道了宝藏的准确位置，三人便开始在修道院内寻找起了宝藏。结合日记的线索解开谜题，他们来到了一处地下遗迹之中。在途中通过头顶的通风口，内森偷听到了诺曼正在和手下的二把手以及雇佣兵首领艾迪三人的对话。因为艾迪一直没能抓住内森，并且他还觉得这座岛似乎被诅咒了。而在诺曼的眼里，艾迪只不过是个迷信且无能的雇佣兵。内森之后离开了这里，继续探索遗迹，一路上与敌人斗智斗勇，破解各种机关谜题。内森终于进入到了宝藏所在的藏宝库，而在藏宝库中，他竟然意外发现了德雷克爵士的尸体。这一刻，内森只觉得伟大的探险家德雷克爵士竟然在这里浪费了他的人生，所谓的壮举也只能到这里了。对这位伟大的探险家失望至极的内森，将他身上的戒指取下，随手扔在了德雷克爵士的尸体上。就在这个时候，一脸惊慌的艾迪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紧随其后的丧尸。然而就在阻挡丧尸的过程中，艾迪被丧尸抓住，拖入到了深渊之中。内森则带着艾琳娜逃到了一所德国在二战期间修建的地下工事指挥室中，而通过这里的文件发现，黄金雕像就在他们的脚下。为了重启地下公司中的升降梯，内森一边吐槽德国人不交电费，一边独自进入到了发电室。重启电源以后，巨大的报警声招来了无数的丧尸。一路躲避丧尸的内森进入到了一间医务室，而医务室内的放映机和一封德雷克爵士的信则揭开了黄金雕像的所有秘密。原来西班牙殖民者因为黄金雕像的诅咒，全部变成了丧尸，就连之后来的德国人也全部死在了这里。德雷克爵士为了不让诅咒祸及全世界，毁灭了这里的一切，让水淹没了这座城市。得知真相的内森重新认识了德雷克的伟大。当内森回到指挥室以后，发现艾琳娜竟然已经被诺曼一行人劫持。为了救出艾琳娜，内森一路与诺曼的手下以及丧尸展开了混战。在和苏利文会合以后，他们终于来到了黄金雕像所在的地方，而诺曼带着手下也早已经到达了这里。诺曼以艾琳娜作为威胁，让内森二人缴械投降。内森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即将得到宝藏。这个时候，二把手却非常热情地怂恿诺曼打开黄金雕像。Open it! Do it!
正在兴头上的诺曼毫不犹豫就打开了雕像，然而雕像内就只是一具干尸，随之而来的就是干尸飘散出来的诅咒烟雾。诺曼吸入这股烟雾以后，瞬间就变成了丧尸，回头就朝着二把手扑去。二把手毫不犹豫的一枪结果了诺曼，并且招呼着早就已经被自己策反的手下们，派出直升机就要拖走黄金雕像。随后二把手挟持着艾琳娜登上了直升机，内森一路追赶，紧接着内森直接跳上了已经被直升机吊起来的雕像之上。通过手下的告知，二把手知道了内森跟了上来，于是他招呼手下立即对内森发起了攻击。艾琳娜则在这个时候趁后座的敌人不注意，一脚就将敌人踢下了直升机，正好掉落的那个人手里的机枪走火，击中了驾驶室的飞行员。二把手只好驾驶着直升机迫降在了海岸边的货船上。内森一路追着二把手展开了肉搏，惨烈的战斗过后，内森打晕了二把手，眼看着直升机即将跌落海中，内森赶忙冲上去救出了昏迷在里面的艾琳娜。还没来得及庆幸，二把手醒了过来，捡起枪想要杀掉两人。内森赶忙将直升机推下了悬崖，直升机上的绳索拴住了二把手的脚，将二把手连同黄金雕像一同带着坠入了大海之中。这一次寻找德雷克爵士宝藏的冒险终于告一段落了。内森和艾琳娜站在甲板上感叹着，虽然这一次空手而归，但也拯救了世界。而艾琳娜也拿出了当时内森扔掉的戒指，并且重新为内森戴好。就在逐渐暧昧的氛围下，苏利文这个时候却不合时宜的出现，打断了两人。当然精明的苏利文可不愿意空手而归，他随手掀开旁边的布，露出了好几箱装满金银珠宝的箱子。在回家的路上，内森对艾琳娜说自己很抱歉没有让她得到想要的故事，艾琳娜却说没关系，还会有其他更多的故事。伴随着夕阳下温暖的阳光，一行人离开了这座海岛。然而内森的探险之路还远远没有结束，就像探险家德雷克所说，任何伟大的事迹都一定拥有起点，唯有坚持到最后，才能收获真正的成就与荣耀。我是修边狂魔，咱们下期与内森德雷克在西藏再见。作为西方岛屿界的顶梁柱，内森德雷克在初代经历了失落的黄金箱几年以后，自己的一位老朋友哈利想和内森一起接一单私活。哈利告诉内森，有一个委托人愿意出一大笔现金，为他找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王宫博物馆中一件神秘的工艺品。哈利还为内森介绍了一位叫克洛伊的女搭档。内森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就当哈利拿出一页非常古老的日记那一刻，内森改变了主意，因为这件神秘工艺品的背后很有可能隐藏着数量庞大的宝藏。根据资料记载，曾经绘制过早期世界地图的马可波罗，在1292年离开了当年还处在元朝时期的中国。他率领着元世祖忽必烈赏赐自己的10几艘满载金银珠宝以及超过600名水手的船，从中国起航驶向自己的故乡意大利。然而当他经历1年半的航行登陆波斯湾的时候，却只剩下了1艘船和18名船员。耐人寻味的是，马可波罗留下的日记里从未提及过那些失踪的船和人究竟怎么样了，而那件神秘的工艺品极有可能记载了这些船的线索。新的探险让内森想看看有多大个遗迹，他踏不完。三人一拍即合，决定马上着手开始行动。而就在内森回到房间休息的时候，那位女搭档克洛伊私下找上了内森。原来早些年两人就谈过恋爱，克洛伊给内森解释了他跟哈利的关系仅限于工作，以此来安慰有些吃醋的内森，并且承诺在3人分到宝藏以后，他就和内森一起离开。而在这之前，其他人都不能知道他们2个人之间的关系。几天后的深夜，3人乘坐快艇前往博物馆，通过下水道口顺利的进入了博物馆中。内森和哈利继续朝着博物馆前进，女搭档克洛伊则留下负责放风，靠着提前知道的警卫巡逻路线，顺利的潜入了博物馆中的展览室，成功的取得了这次的任务目标。为了验证马可波罗的宝藏是否存在，内森果断的摔碎了这件神秘的工艺品，从里面取出了一张皮卷，再点燃从工艺品中掉落的松枝，顿时整个展厅映照出了蓝色的光芒。皮卷上记载的内容也赫然显现，上面正是马可波罗隐藏的日记。700多年前，那10几艘下落不明的货船，因为遭到了海啸的袭击，被迫损毁在了婆罗洲西海岸的某处岛屿之上。而日记还写道，马可波罗似乎将香巴拉的真陀摩尼石也一并带上了船，香巴拉正是著名的香格里拉。内森这一刻也明白了，马可波罗隐藏的巨大秘密不是那10几艘货船的下落，而是他发现了藏传佛教中的秘境香格里拉。当内森准备继续下一步行动的时候，哈利却先一步爬上进入展览室的窗台，收走了绳索。原来他一开始就只是打算利用内森，现在得到了重要的线索，内森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哈利直接一枪触发了警报，惊动了警卫，随后他便留下内森独自逃走。虽然哈利突如其来的背叛让内森有些慌了神，但这些小小的警卫又怎么可能拦得住逃跑经验丰富的内森？他通过灵巧的身法原路返回，最终内森在井口被成功逮捕。3个月后，已经神志不清的内森在土耳其的监狱中自言自语的时候，久违的老友苏利文出现在了这里。苏利文将自己和内森所有的家当用作赎金，才让内森重新获得自由。而克洛伊也在这个时候出现，正是他通知的苏利文前来救出内森。因为已经过去了3个月，之前背叛内森的哈利跟他的委托人拉扎雷维奇已经在婆罗洲找到了那些失踪的货船。拉扎雷维奇的身份不仅是国际佣兵集团的首领，还是北约通缉的战犯。不过好在真陀摩尼石并没有被他们找到，而克洛伊这段时间也一直潜伏在他们身
身边做起了双面间谍。重新燃起斗志的内森开始制定起了新的计划。之前提到的真陀摩尼石，这是藏传佛教能够实现愿望的崇高圣物，而这件圣物可能价值数百亿。因为拉扎雷维奇已经寻找了这件圣物好几年，内森想要跟上进度，就只能亲眼去看看拉扎雷维奇那里和圣物有关的档案。不久后，内森和苏利文赶到了已经被雇佣兵占领的婆罗洲岛屿上。双面间谍克洛伊提前装好了炸弹，准备随时引爆炸弹，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当内森在远处观察情况的时候，发现了雇佣兵首领拉扎雷维奇。这位光头首领不仅有着许多装备精良的雇佣军手下，而且做事也相当残暴，谈笑之间就杀掉了一个犯错的手下。作为一个反派，可以说除了头发什么属性都有了。尽管光头首领的压迫感非常之强，内森也依旧选择了动手。营地外的爆炸吸引了光头为首的大批雇佣兵前去查看，内森得以进入营地找寻更多的线索。通过光头首领收集到的资料，他发现当年马可波罗并没有从香巴拉带走真陀摩尼石。光头首领真正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找到这件圣物，而是想顺着马可波罗的足迹找出通往香巴拉的入口。内森再次推测出当年因为海啸来到岛屿逃命的船员们肯定会前往地势更高的陆地。猜出了这一点，内森招呼着苏利文和克洛伊准备在山顶汇合，他们一路朝着山顶杀去。而就在山顶的洞窟中，内森一行人发现了马可波罗船员们最后的安息地。通过用松枝点燃的火把燃烧的蓝色火焰，顺着映照出来的血迹一路前行，他们找到了一把普巴匕首和一张地图，而匕首正是打开香巴拉大门的钥匙。这张地图上标注的位置也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部的尼泊尔。得到了重要线索的一行人准备立即前往尼泊尔。就在这个时候，哈利带着雇佣兵赶了过来。克洛伊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能临时反水。哈利也在内森那里搜出了刚刚找到的地图。趁哈利拿着地图去找光头首领的时候，克洛伊帮助内森二人逃脱，再将匕首交给了内森。随后，内森和苏利文跳下悬崖下的湖中，成功逃脱。不久后，内森独自出发来到尼泊尔，这里已经被当地的内战战火所波及。光头所率领的雇佣军得到了当地游击部队的协助，趁这个机会以此来寻找香巴拉入口的线索。内森刚到达这里，就遭到了敌人的装甲车追赶，内森所在的车也被强行撞翻，敌人驾驶着装甲车在巷子里面横冲直撞，试图撞死内森。好在内森的火力够猛，成功逃过一劫。再次前进，他遇见了一段时间没见过的克洛伊，刚一见面，两人就抱在了一起。短暂的叙旧过后，内森通过匕首上的雕刻猜测出需要找到与匕首上对应图案的寺庙，而在这之前，光头首领就已经挖掘了大量的寺庙，希望得到更进一步的线索。就在内森寻找正确寺庙的路上，暂时和克洛伊分头行动的时候，内森竟然偶遇了许久未见的艾琳娜与另一名叫杰夫的记者。通过两人的谈话中得知，艾琳娜这一次来的目的正是为了追查作为北约通缉战犯的光头首领，而他和内森也已经分手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森本想隐瞒艾琳娜他正在和光头首领作对的事情，但紧随而来的克洛伊却无意之间戳穿了内森的谎言，一时间气氛陷入了尴尬。充满火药味的两位前女友握了握手，互相介绍了一下。Elena Fisher, last year's model. 因为现在的情况相当危险，克洛伊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内森带上艾琳娜两人一起前进，一路找到了匕首上对应的寺庙。而在途中，内森在克洛伊的百般阻挠下，成功的给艾琳娜解释清楚了香巴拉的秘密。为了不让内森透露更多的信息，克洛伊留下艾琳娜和杰夫，生拉硬拽着内森进入到了寺庙。通过解开寺庙内部的谜题，内森靠着匕首成功的发现了香巴拉的入口。就在这个时候，大批的雇佣兵也随后赶到。当两人从寺庙中杀出来的时候，杰夫已经中枪倒地，内森只好搀扶着杰夫继续前行。虽然一路上艾琳娜和克洛伊已经尽可能的帮助突围，但却还是被哈利带着雇佣兵包围。克洛伊只能再次做起了双面间谍。这时的哈利发现了克洛伊的不对劲，但他对克洛伊有着一些个人情感，于是招呼手下先带克洛伊离开。随后光头走了进来，搜出了内森身上的匕首，甚至直接枪杀了奄奄一息的杰夫，而被内森标记好的地图也被搜了出来。光头得到了想要的东西，随即离开了这里，留下了哈利杀掉内森两人。两人趁这个机会突然发难，成功的逃离了这里。到达安全的地方以后，二人一合计，现在知道了香巴拉准确位置的光头首领已经准备坐上列车前往喜马拉雅山，而内森现在必须要坐上列车才能和克洛伊会合。通过观察，内森发现克洛伊被哈利推上了列车，于是二人开始了行动。艾琳娜负责寻找汽车，内森则负责吸引敌人的注意。随后艾琳娜驾驶着吉普车，成功的帮助内森登上了行驶中的列车。内森靠着敏捷的身手，一路朝着克洛伊所在的车厢前进，途中遭遇到了敌人武装直升机的阻拦，好在列车及时进入隧道，才侥幸躲过一劫。终于在进入雪山地段的时候，内森成功的找到了克洛伊，但是因为克洛伊对内森之前带上艾琳娜非常的不满，两人因此产生了争执。就在这个时候，哈利突然出现，一枪打中了内森。情急之下，克洛伊赶忙阻止哈利，内森则趁乱赶紧逃离了这节车厢。之后，内森面对着追杀而来的雇佣兵，选择了引爆车厢中的煤气罐，顿时内森所在的车厢直接脱轨朝着山下坠去，最终堪堪的挂在悬崖边。身负重伤的内森强忍着身体上传来的剧痛，一路顺着列车外围往上爬，在千钧一发之际爬上了悬崖边上，甚至内森还捡回了随着爆炸一起掉落的匕首。在和前来围剿的雇佣兵战斗
斗过后，他拖行着疲惫的身躯，最终倒在了雪堆里。而就在即将昏迷的时候，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位陌生人。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身处西藏的藏民丹金的家里。内森跟随着丹金，一路见到了在这西藏偏远山区中宁静祥和的村庄。不仅如此，艾琳娜也一路顺着列车失事的残骸找到了这里，并且还为内森介绍了70年前曾经来寻找过香巴拉的探险队队长雪佛。在内森因为经历这一切想放弃继续探索香巴拉的时候，雪佛告诉内森，曾经专木尔、成吉思汗等人都因为得到过真陀摩尼石的碎片而影响了世界。如果让光头首领这种人得到了整颗真陀摩尼石，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眼前的情况再次上升到拯救世界，这也重新鼓励起了内森。根据雪佛所说，他曾经带领的探险队在探寻香巴拉入口的时候，整个探险队都在雪山里面遇难，只有自己活了下来。现在内森要做的就是去寻找当年遇难的探险队痕迹。内森在藏民丹金的带领下进入到了村落外的冰山之内，在冰山里，内森和丹金遭遇到了头上有羊角的怪物袭击，二人几乎打光了手里所有的子弹，才勉强打跑怪物。再次经过一路探索遗迹、解开机关谜题之后，内森二人在遗迹下方找到了许多死去多年的尸体，在这些尸体身上有着装有松枝的盒子和一本书，而这些死去的人竟然是二战时期的纳粹。原来雪佛当年为了阻止纳粹和探险队得到宝石，只能将他们通通杀死。就在这一刻，更多的怪物出现，内森只能和丹金乘坐机关升降梯逃出了这座遗迹。当二人回到村庄的时候，村庄已经被光头首领带着大批雇佣兵袭击，就连探险队长雪佛也被他们抓走。于是内森和村民们一起奋起反击，成功的清理掉了村庄内的雇佣兵以后，艾琳娜和内森又驱车朝着光头首领的车队追去，一路上经历飞车追逐和与大批敌人的战斗。当他们找到雪佛的时候，雪佛只说了让内森一定要阻止敌人得到宝石，就咽气了。当内森再次前进的时候，发现了克洛伊和光头首领一行人，趁其他人离开，内森从克洛伊那里要回了之前被敌人从雪佛那里抢到的匕首。内森得以再次解开层层谜题。而就在通往香巴拉入口的通道逐渐浮现出来的时候，光头首领带人赶到，将内森和艾琳娜包围，并且光头首领也发现了克洛伊一直在暗中帮助内森，并用2位女友的生命来威胁内森继续探索，以打开通道。内森在这一刻爆发了，他严厉的警告光头马上停止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并且表示跟着他走就行了。在内森帮助敌人解开谜题的路上，遭遇到了许多怪物的阻拦，但这些怪物终究还是扛不住现代武器的伤害。光头发现这些怪物竟然是人为装扮的遗迹守护者，而内森也成功的打开了通往香巴拉的路。传说中的香格里拉赫然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光头首领回过神以后，想要杀掉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内森一行人。这个时候，克洛伊因为是哈利心中的女神，所以他在光头手里保住了克洛伊。然而就在下一刻，无数的守护者突然出现，和雇佣兵战斗了起来。内森三人抓住机会赶紧逃离，趁着敌人还在忙于应对守护者的时候，三人先一步赶到了香巴拉的宫殿之中，终于发现了传说中的真陀摩尼石。内森也在这一刻反应了过来，原来真陀摩尼石只不过是生命树的树枝形成的琥珀，而巨大无比的生命树就在前方不远处。之所以那些守护者很难被杀死，是因为他们服用了生命树的树枝，而光头首领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一口树枝。这个时候，身负重伤的哈利突然出现，光头首领抛弃了他，然而哈利想要在临死之前拉个垫背的，于是他引爆了手里的手榴弹，将离得最近的艾琳娜炸成了重伤。内森只能留下克洛伊照顾艾琳娜，自己则独自一人前去阻止光头。当内森赶到的时候，发现光头已经捧起世界树的树枝喝了下去。这一刻，光头身上的所有伤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甚至感官也随之提升。发现了藏在暗处的内森，可能是因为什么都有了，就头发还是没有。光头的眼神逐渐疯狂，内森抓住机会一枪引爆了易燃的树枝，爆炸将除光头以外的所有佣兵杀死。重新站起来的光头首领拿起枪就要杀掉内森，内森靠着灵巧的走位，一次一次的引爆光头身边的树枝。光头逐渐因为体力不支倒了下去，他见自己大势已去，便对内森说道：其实内森本质跟他没有什么不同，内森过去同样杀过无数的人。光头想在临死之前让内森对心中的正义产生动摇。就在内森纠结是否下手的时候，及时出现的守护者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持续引爆生命树的树枝，导致整个香巴拉开始逐渐的崩塌。内森走一路他一路，终于逃到了2位女友身边，而传说中的香巴拉也将永远深埋地底。内森又一次拯救了世界。在回到村庄以后，因为之前艾琳娜重伤的时候，内森的惊慌失措让克洛伊觉得艾琳娜才是他真正的归宿。克洛伊只留下一句：你会怀念这个屁股的，于是默默的离去了。而艾琳娜也在苏利文的搀扶下走了出来，把艾琳娜交给内森以后，苏利文就识趣的走开了。两人也在像初代般浪漫的夕阳下结束了这一段西藏的旅途。然而内森德雷克在之后的故事里能否和艾琳娜走入婚姻的坟墓呢？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相信许多玩家最近都已经玩过或者通关过《神秘海域4》的 PC 版，内森德雷克走到哪里踏到哪里的属性，各位想必已经如雷贯耳。我就在想，要是哪一天我去某个旅游景点遇见了内森，我是该跑呢，还是上去要张合影？稍微琢磨一下，不禁后背发凉。这个问题就留给评论区的各位说吧。咱们继续讲《神秘海域3》的故事。在内森经历过失落的黄金乡以及神秘的香巴拉以后，可以说寻宝经验已经非常的丰富。这天深夜，内森和苏利文身着西装，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在街上，随后两人进入到了一间酒馆
馆当中找到了一位叫塔伯特的人。塔伯特招呼手下拿出了一箱装满现金的箱子，而内森则将自己一直佩戴的德雷克爵士的戒指交给了对方。就在双方互相验货的时候，内森发现这些钱不但少了20块，还都是粗制滥造的假钞。于是内森一把抢回了戒指。塔伯特发现交易失败，想要用强的战斗经验丰富的内森和苏利文两人很快就解决了酒馆里面的敌人。当两人从后门出来的时候，当场就被塔伯特的手下堵在了巷子里。这时候敌人的首领凯特出现在了内森两人的面前，而这个叫凯特的女人似乎和他们曾经认识。然而就在凯特从内森身上拿走戒指的时候，其中一个手下直接掏枪杀掉了内森，然后他马上调转枪口再一枪杀掉了苏利文。连凯特都惊讶于这个手下的狠辣，于是他只能怒骂着和塔伯特坐上了车离开了这里。时间回溯到20年以前的哥伦比亚，此时还未成年的内森来到了一间博物馆中，在博物馆中的展柜上展示着一个黄金罗盘和那枚德雷克爵士遗留下来的戒指。因为内森暂时无法偷到这两样东西，只好先画在自己的日记上。然而就在茫茫人海中，他一眼就注意到了年轻的苏利文大叔，显然他们现在还互相不认识。苏利文形迹可疑地走到了黄金罗盘所在的展柜，在试过几次以后，发现手里的钥匙打不开展柜。恰巧内森也在这个时候被保安抓住赶了出去。一转头，他发现了正巧从博物馆中出来的苏利文，一路摸爬滚打，内森扒上了一间窗户，看见房间里苏利文找人重新配好了钥匙。内森再次跟着苏利文，趁着他和一个女人聊天的时候偷走了钥匙，而这个女人竟然正是之前出现的首领凯特。然而苏利文大叔早已看穿了一切，就在内森想要偷偷逃走的时候，苏利文突然出现，一把抓住了内森。他对内森并没有太大的敌意，反而非常赏识眼前这个小子偷电瓶的技术。内森无奈之下只好把已经被他拿走钥匙的钱包丢给了一时大意的苏利文。靠着钥匙，内森重新潜入了博物馆，成功的拿到了戒指和罗盘，将戒指放进罗盘，似乎启动了某种装置。就在这个时候，苏利文和凯特带着手下也出现在了博物馆。凯特直接从内森手上拿走了罗盘，反手就一个大逼斗甩在了他脸上，并威胁他立马交出戒指。一旁看不下去的苏利文阻止了想再动手的凯特。内森借这个机会逃出了博物馆，一路在凯特手下的追赶下逃到了某座房顶的尽头。就在他快要被杀掉的时候，苏利文突然出现救下了内森，随后将内森带到了一间餐厅。之所以苏利文要救内森，是因为看出了他巨大的潜力，甚至不惜与他的雇主凯特结仇。苏利文的善意让内森放下了戒备心，两人互相介绍之后聊起了戒指的事情。内森解释道，这枚戒指的主人德雷克爵士正是自己的祖上。苏利文则很疑惑，德雷克爵士好像并没有后代。内森的回答则是，这位德雷克爵士可不只有一个老婆。两人的话题再次转移到戒指和罗盘上。根据内森推测，德雷克爵士环游世界的那段时间，他在途经东印度群岛的时候，本应该1个月走完的旅程却走了6个月，这中间肯定隐藏了无价之宝一般重大的秘密，而这一切都和德雷克爵士留下的罗盘和戒指有关。罗盘是某种解码的装置，而戒指就是启动解码装置的钥匙。现在他们手里只有戒指，罗盘则在凯特的手里。苏利文双眼放光，决定付出一切培养眼前这位少年，因为他觉得未来一定大有作为。时间再次回到20年以后，之前中枪的苏利文和内森笑嘻嘻的醒了过来。原来之前枪杀两人名叫查理的光头，真实身份是他们安插在敌人身边的卧底。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找到卡特所在的位置。之前被卡特拿走的戒指也是假的。随后内森的老情人克洛伊也出现了，他一路跟踪敌人，成功的找到了卡特所在的位置。四人来到对方所在的大厅2楼，正好看见卡特拿着戒指试图塞进罗盘，发现被骗的卡特意识到自己被跟踪了，于是他立马吩咐手下找出内森一行人。趁着卡特带人离开了这里，内森在解决掉大厅留守的敌人以后，成功的拿到了遗留在大厅的罗盘和一本书，而这本书的主人正是阿拉伯的劳伦斯。靠着书中和罗盘的线索，内森找到了大厅上德雷克金鹿号的船首，刚刚拿到里面的地图，大批的敌人就在此时赶到，内森一行人只能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逃离。当他们回到安全的地方以后，内森从拿到的地图上发现，德雷克爵士当初并不是在东印度群岛鬼混了6个月，而是在英国女皇的授意下驶向了阿拉伯，去寻找那个有着沙漠中的亚特兰蒂斯之称的千柱之城。为了知道这座神秘的千柱之城在沙漠中的具体位置，只能根据地图上坐下的叙利亚和法国的2处标记寻找线索。于是克洛伊和查理前往叙利亚，内森和苏利文则前往法国。根据地图的指引，两人来到了法国东部的一座庄园。然而没探索多久，内森就发现塔伯特带着手下一路跟踪到了这里，不得已内森只能和敌人战斗了起来。在解决掉大批的敌人以后，内森和苏利文发现了一条通往地下的秘密通道。通过解开地下密室的谜题，内森从一具石棺里面找到了只有一半的护身符，护身符上的铭文指向了阿拉伯半岛的也门，但准确的地点似乎在另一半的护身符上。于是两人准备立即动身前往叙利亚，与克洛伊和查理会合，去寻找另一半的护身符。没想到的是，塔伯特居然带着手下堵住了内森。无奈之下，内森只好交出了刚刚得到的护身符。就在这个时候，无数的蜘蛛从四面八方出现，塔伯特拿着护身符先一步逃走，顺便还把门也带上了。于是内森和苏利文靠着微弱的火把爬上了遗迹上方的洞口，在无数蜘蛛的追赶下，侥幸的逃出了遗迹。还没来得及多做休息，塔伯特又在庄园里面纵火，两人一路通过庄园的房顶，顺着管道一路向下，终于逃到了安全的地方。这时内森也意识到，既然自己被跟踪，那克洛伊他们也被跟踪了。于是两人立即前往叙利亚。到达叙利亚的某座古堡以后，内森试图通过电话联系克洛伊和查理，但是两人都联系不上。好在进入
入古堡没一会儿就遇见了克洛伊他们。经过内森的询问，之所以两个人的电话打不通，是因为一个嫌话费太贵没交话费停机了，一个手机坏掉了。成功汇合的四人继续在古堡里面探寻线索，一路上通过观察星象破解谜题，甚至遭遇到了敌人的狂轰滥炸。就在众人解决掉大批的敌人以后，只不过落单了一会儿的查理却被敌人用吹剑下了某种神秘的迷药。塔伯特随即出现，命令查理乖乖交出手里的枪和笔记本让他看看。在药物的作用下，查理只能不受控制的照做。临走之前，塔伯特还让查理不要相信内森。而在之后寻找护身符的路上，神志不清的查理果然在药物的作用下想要掐死内森，但他这种行为显然激怒了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内森身边的苏利文。好在克洛伊及时唤醒了查理，才没让他死在苏利文的枪口之下。四人再次得以继续探索，终于在解开重重的机关谜题以后，找到了另一半的护身符。虽然另一半护身符被塔伯特在法国的庄园抢走，但机智的内森早就将护身符画了下来。经过比对，内森锁定了位于也门的具体位置。准备出发之前，查理可能是因为之前的误会，于是自告奋勇要自己来保管护身符。而在回去的路上，四人再次遇到了塔伯特。就在双方对峙的时候，查理体内的药物似乎再次产生作用，他调转枪口指向了内森。没想到的是，就在塔伯特放松警惕的时候，查理反手一枪打中了他的胸口。四人赶紧趁这个机会逃跑。不幸的是，内森的厄运体质在这个时候发作，他踩过的木板不出意外的塌掉了，只留下了身后还没过来的查理在风中凌乱。这个时候，非但没死，还活蹦乱跳的塔伯特随后赶到，直接拿走了查理身上的护身符。而卡特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下令手下放火烧死查理。查理只能从高台上面跳下，导致摔断了腿。内森一行人赶紧搀扶着查理一路杀了出去。随后他们坐上古堡外的巴士逃离了这里。在车上，内森和苏利文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克洛伊因为需要照顾受伤的查理，所以只能放弃这次行动。而下一步想要去也门这个国家，就需要相关的手续才能入境。不得已之下，内森只好让苏利文拨通了某人的电话。不久后，内森和苏利文到达了位于阿拉伯半岛的也门。前来接机的正是许久未见的艾琳娜。不出意外的是，内森和艾琳娜这对情侣早就已经再次分手了。艾琳娜为两人办好了入境需要的通行证。路上，他询问内森来也门的目的，知道自己骗不过艾琳娜的内森说出了这次来的原因。艾琳娜这个时候却将目光看向了苏利文。艾琳娜提醒内森，他这次的寻宝似乎有些过于执着了，而这种执着对其他人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可苏利文总是为了内森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艾琳娜只希望内森不要因为这种行为而害了苏利文。随后三人开始探索起了城镇，期间内森也发现了在寻找线索的塔伯特，而就在之后他和塔伯特的缠斗中，内森成功偷到了之前被拿走的笔记，他们又在无意间找到了笔记上记录的神秘入口。进入到入口里面的密室以后，通过解开各种匪夷所思的谜题，终于找到了记录着千柱之城具体位置的星象图。由于内森看不懂这种星图，只能让曾经在海军服过役的苏利文记在脑海里。掌握了重要线索的内森准备立即开始下一步行动，可就在回到街道上的时候，内森不慎被敌人下药，顿时他周围的场景开始扭曲。等到他清醒过来的时候，赫然发现卡特竟然坐在自己的面前，并且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内森根本不是德雷克爵士的后代，内森早年母亲自杀，父亲则在他5岁的时候就将他抛弃。最后当地的政府机构将内森交由圣法兰西斯孤儿院收养。在药物的作用下，内森不仅交代了自己的身世，还说出了自己知道的所有线索。因为他们暂时找不到苏利文，卡特想要内森说出千柱之城的具体位置，并且试图挑拨内森和苏利文之间的关系。可内森对他的挑拨却根本不屑一顾。这时塔伯特告诉卡特，他们已经找到了苏利文。内森意识到事情不妙，赶紧掀桌逃跑，可依旧被随后赶来的敌人打晕。再次醒来的内森发现自己竟然被卡特雇来的当地海盗劫持，而海盗首领也想要找到传说中的千柱之城。不仅如此，他还威胁内森说自己已经抓到了苏利文。内森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位整整挺了自己20年的大叔，如今却因为自己身陷险境。内森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救出他。趁着海盗首领离开的机会，内森挣脱束缚，解决掉了看守自己的海盗们。当他一路赶到关押苏利文所在的地方以后，却发现自己被海盗首领欺骗了。内森又不得已再次想办法逃离自己所在的货船，因为战斗的剧烈爆炸，货船逐渐开始下沉。内森在千钧一发之际逃了出去。当内森成功逃离险境，找到艾琳娜的时候，艾琳娜却告诉内森，苏利文还是被抓住了，并且已经被敌人带着先一步前往沙漠。内森和艾琳娜稍作休息以后，等到深夜，两人来到机场，想要通过潜入敌人运送物资的飞机，快速的赶到沙漠中心。在艾琳娜的帮助下，内森成功的登上了飞机。但内森是什么体质？既然上去了，就别想平稳落地。最后，内森靠着空投上的降落伞才安全着陆。然而，在这片沙漠中，有的只是一望无尽的沙子。内森在路上几次因为虚脱而倒在地上，每一次都是眼前苏利文的幻象帮自己坚定着意志继续前进。终于，内森找到了一座废弃的村落，而这座村庄里面都是卡特安排的手下。就在紧要关头，一群由当地阿拉伯人组成的沙漠骑兵救下了内森，带着他逃离了这个地方。到达沙漠骑兵的营地以后，内森给他们的首领沙林解释了卡特带领手下想要找到千柱之城，因为这个所谓的千柱之城在当地人看来是一座邪恶之城，如果被卡特这一行人加以利用，那么整个
个世界都会遭受不幸。经过一晚上的休整，内森和沙漠骑兵们追上了卡特所在的车队。在经过了激烈的枪战和追逐以后，内森成功的救下了苏利文。紧接着，他们为了进入千柱之城，径直和沙漠骑兵们冲入到了沙尘暴之中。而在沙尘暴的中心，内森和苏利文跟沙漠骑兵们走散。万幸的是，他们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这座位于沙漠中心的千柱之城。壮观的建筑群缓缓地展现在了内森和苏利文的眼前，而这座城市至今都还有着源源不断的地下水供应。内森情不自禁地捧起水喝了一口，可就在两人还在谈论的时候，苏利文却被塔伯特一枪打中了胸口，无力地倒在了内森的怀里。内森看着眼前不可置信的一幕，眼神逐渐变得狠厉，他抄起武器就追了上去，可紧随而至的敌人却都变成了冒着火焰的怪物。经过与敌人惨烈的战斗过后，内森仿佛又重新回到了20年前哥伦比亚的街头，甚至重新经历了一次当年被追逐的那一幕。但是这一次用枪指着内森的人却变成了苏利文。在枪声下重新苏醒过来的内森再次开始探索起了这座城市，而在路上他发现苏利文竟然好端端的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内森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直到苏利文一个脑瓜崩才让他真正清醒了过来。这一刻，两人意识到了问题正是出在了刚刚内森喝的水上面，而这座城市的水源似乎被某种能引起幻觉的东西所污染，才导致了这座城市成为一座空城。而内森也猜出了当初德雷克爵士意识到他们来这里要寻找的东西以后，就直接放弃了英国女王安排的任务。回去以后，他告诉女王自己并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并且销毁了这次旅程全部的痕迹。而卡特和塔伯特也正是在寻找这种能引起幻觉的东西。了解到全部真相以后，内森意识到眼前的事情是时候该做个了结了。两人偷偷的来到了城市中央的水池边，发现凯特正在指挥着手下打捞出水池里面的物品。就在两人分头行动的时候，苏利文却不慎被塔伯特推下了水。内森看到这一幕，也毫不犹豫的一起跳进了水里。而就在水中，内森掏出了榴弹发射器，一枪破坏了打捞装置，随后又是2枪打在了建筑上，导致整座城市开始了地震。两人赶紧趁乱逃跑，而在逃跑的路上，正好遇见了也在寻找出路的凯特和塔伯特。由于建筑的倒塌，凯特掉入到了流沙的中央。内森不想见死不救，可因为凯特陷得太深，终究无力回天。塔伯特见老板死了，这个月工资也没了。之后的路上见到内森就想要和他拼命。经过在不断坍塌的遗迹上战斗以后，内森攀附在悬崖边，开枪从塔伯特手上救下了苏利文。好在这个时候，沙漠骑兵的首领苏林及时赶到，三人骑上马，终于在这座城市彻底陷入流沙之前逃了出来。不久后，内森和苏利文来到机场准备离开。这个时候，苏利文也对内森表明了自己的心意，自己犯了很多错，也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而内森在他生命里出现的那一刻，内森就成为了苏利文心里自己儿子一般的存在。在表达了自己对于内森的情感以后，他将内森和艾琳娜曾经的情侣戒指交给了内森。就在艾琳娜前来送行的时候，他发现了内森手上的戒指，内森也在这一刻表达出了对艾琳娜的爱意。两人在相拥之下重归于好，三人的背影也随着夕阳渐行渐远。虽然这次寻宝的探险依旧可以说一无所获，但是内森却收获到了自己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东西，那就是亲情和爱情。而内森德雷克的冒险故事也会在下一座迎来结局。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顺着光照的方向，把你遗忘，回忆这就成我倔强的模样。我要听着暗夜里的风，闻它与你曲长的向往，踏着生命之河，不忘之光。在内森·德雷克经历了沙漠中的亚特兰蒂斯3年之后，内森就彻底放弃了寻宝的念头，与艾琳娜开始了婚后的生活，并在一间打捞公司做起了潜水员的工作。安稳的生活让内森不再愿意去做那些高风险的事情，但他的内心依然向往着过去的寻宝生活。内森在忙碌完一天的工作以后，经常会拿起曾经在探险过程中收集到的物品，以便自己怀念一下过往，其中甚至还有着克洛伊寄来的情书，兴致要是来了，还会对着曾经的反派偷冲。随着艾琳娜的一生下来吃饭，内森收起了躁动的心，来到客厅和艾琳娜吃起了晚饭，两人互相分享着自己今天工作上的事，饭后再来上一把祖传游戏古惑狼。两人的生活过得相当的平静且幸福，但这种平凡惬意的生活也即将被一个人的到来所打破。不久后，还在加班的内森听到了一阵敲门声，于是他非常不耐烦地前去开门。 Yeah, can I help you? Yeah, I'm looking for my little brother. 眼前这个男人正是内森失散多年的哥哥山姆。内森非常的惊讶，因为15年前他曾亲眼看见山姆中枪跌落到了监狱的围墙下，后来经过多方的打探，已经证明哥哥死了。没想到今天他却好端端的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而这一切要从内森当初还在孤儿院的时候说起。因为山姆年龄要比内森大一些，所以他很早就已经离开了孤儿院独自生活。于是他经常带着儿时的内森从孤儿院翻墙外出。由于内森这孩子打小就聪明，在哥哥的教唆下，甚至学会了使用钩爪来翻墙。当两人成功的来到了
孤儿院外面的时候，山姆告诉内森说他发现了已经死去的母亲的遗物。当即内森坐上山姆刚刚搞到的2轮车，朝着小镇另一边的老宅驶去。当他们来到这间老宅的时候，发现这里面简直就是一座大型的博物馆，各种年代和各种国家的古董应有尽有。而就在兄弟俩成功的找到了母亲的遗物以后，一位老妇人拿着手枪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因为兄弟俩的母亲曾经是这位老妇人的合作伙伴，双方才解开误会。而兄弟俩的母亲曾经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甚至提出过著名的探险家法兰西斯·德雷克爵士有过子嗣的理论。但就在他们研究大海盗亨利·艾弗瑞所掠夺的宝藏下落的时候，母亲却在这个时候不幸离世。随后老妇人将这本笔记交给了兄弟俩，希望他们能够继承母亲的意志，继续寻找宝藏的线索。但不幸的是，老妇人却在起身的时候突然猝死，恰巧警察也在这个时候赶到，导致兄弟俩不得不赶紧逃跑。在逃离了警察的追捕以后，二人决定，既然母亲相信法兰西斯·德雷克爵士有子嗣，那么他们也从此改姓为山姆·德雷克和内森·德雷克。兄弟俩也在此时找到了未来的目标，那就是完成母亲未完成的遗愿，找到大海盗亨利·艾弗瑞的宝藏。而就在兄弟俩长大以后，他们为了追寻宝藏，和一名叫雷夫的好友潜入了巴拿马的一所监狱。雷夫花钱买通了监狱长，内森则在监狱长的帮助下来到了监狱旁的一座高塔，非常顺利的从高塔里面找到了一个十字架。回到监狱，通过3个人的一番研究，发现十字架指向的线索正是位于苏格兰的圣迪斯马斯大教堂。但这个时候被贿赂的监狱长发现了3个人的秘密，于是他也想要来分一份财宝。没想到的是，雷夫却心狠手辣的杀掉了监狱长，导致手枪走火，触发了警报。3人只能一路朝着监狱外逃跑。就在即将逃出监狱的最后一刻，山姆却不幸中弹，掉入了监狱的围墙下。内森只能不甘的和雷夫一起跳崖逃走。回到15年以后的现在，山姆对内森解释道，当时他中枪以后被监狱里面的医生所救，才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但毕竟犯下了杀害监狱长的大罪，监狱就完全封锁了山姆还活着的消息。至于他能从巴拿马的监狱里面逃出来，是因为一名叫阿卡扎尔的大毒枭成为了山姆的老友。山姆时常提起大海盗艾弗瑞的宝藏，这位大毒枭知道了以后对此深信不疑。当他的手下来劫狱的时候，就带上了山姆一起逃走。当逃离监狱以后，他威胁山姆3个月之内必须找到宝藏，要是做不到的话，不管山姆在哪里都会被他追杀。知道这个消息的内森一时陷入了两难，自己的哥哥如今有难，但他又答应了艾琳娜不再做寻宝的勾当。山姆告诉内森，3天后会有一个完好的圣迪斯马斯的十字架会在洛斯庄园的拍卖会上进行拍卖，而这个十字架可能有着关于宝藏的下一步线索。内森也在这一刻做出了选择，于是打电话给艾琳娜，谎称自己要出差几天。3天后，兄弟俩来到了洛斯庄园外，内森在这之前就已经联系好了苏利文混进拍卖会，帮他们打开窗户。于是他们沿着庄园外的悬崖爬了进去。内森也见到了许久未见的苏利文。3人在短暂的交流以后，苏利文伪装成富豪，跟一群商业鬼才政界齐流谈笑风生。内森和山姆则扮成服务员，准备随时偷走十字架。然而在拍卖会场中，当年和内森一起逃离监狱的雷夫也出现在了这里，甚至他和雇佣兵集团的首领纳迪恩有着合作的关系。很明显，对方也想得到十字架。内森也很顺利地进入到了电力室。就在苏利文和雷夫的竞拍声中，他拉下了电闸。早就在一旁准备好的山姆趁这个机会成功地偷到了十字架。当内森准备逃出拍卖会的时候，遇到了正在搜索拍卖会场的纳迪恩。内森没有跟这个战斗力爆表的女人多做纠缠，找了一个被扔出窗外的机会赶紧开溜。与山姆和苏利文会合以后，坐上车成功逃走。回到安全的地方，3人通过十字架当中的纸张推测出了关于宝藏的下一步线索，就在位于苏格兰的圣迪斯马斯大教堂附近的墓地。不久后，内森和山姆来到了苏格兰，通过破解艾弗瑞设下的谜题，他们来到一座山洞中的石室中。内森让山姆拿起面前天平中的一枚金币以后，石室上方投射出来的地图指引出了下一个地点，竟然是位于马达加斯加的国王湾。2人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分析，石室的墙面就被炸塌。纳迪恩带着手下突然出现，并且也发现了国王湾的标记。好在山姆诱导纳迪恩的手下触发了机关，兄弟俩趁着山洞倒塌的机会逃到了前来接应的苏利文的飞机上。3人一路朝着马达加斯加飞去。在飞机上，内森结合之前收集到的线索分析，十字架就是当年大海盗艾弗瑞用来召集海盗们的招募令。他招募到了托马斯图在内和他一样富有的海盗前往国王湾集合，而他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将宝藏集中在一起。值得庆幸的是，内森靠着之前山姆拿到的硬币锁定了下一步线索，很有可能就在国王湾的火山附近。当他们到达马达加斯加的时候，内森拨通了艾琳娜的电话，想要再拖延一段时间，但艾琳娜作为最了解内森的人之一，已经意识到了老公的不对劲。当内森和山姆以及苏利文来到火山附近的时候，雷夫和纳迪恩靠着人数的优势，已经先一步在国王湾开始了探索。3人开着吉普车一路跋山涉水，和中途不断遇到的敌人展开交火，终于在一座遗迹中发现了雕刻有12座哨塔位置的石墙。内森通过硬币上的印记锁定了其中2座哨塔，于是3人当即决定分头行动。内森和苏利文来到了一所位于标记位置的集市，2人穿过集市，偷偷地潜入了一座钟塔里面。为了找到下一步线索，内森敲响了钟塔里面的大钟。年久失修的钟塔可经不起内森这么折腾，随着大钟落下，一条通道也被砸了出来。2人顺着通道进入到了密室之中，在解开重重谜题
题，并且通过不断用短信和另一边的山姆沟通以后，他们终于拼凑出了下一步要前往的地点。然而内森再次联系山姆的时候，却发现手机已经被雷夫监听，他们发现所有的线索以及自己的位置都被对方所知晓，而山姆那边也已经被敌人发现。内森赶紧和苏利文驾驶着吉普车前去营救山姆，一路上横冲直撞，甚至遭遇到了装甲车的袭击。发现敌人的车队正在追赶山姆，内森也不顾性命的利用绳索强行混入了敌人的车队之中，好不容易坐上了山姆的2轮车，敌人又再一次追了上来。内森单手架枪，对着敌方的装甲车疯狂输出，兄弟俩终于侥幸的逃过了一劫。跟苏利文会合以后，下一步要前往的地方也被内森确定，位于国王湾的东北方向，一座被海盗们称为莱波塔利亚的城市。这座城市正是艾弗瑞召集当时闻名四海的大海盗们建立的海盗乐园，而他们的所有财宝都集中在了这座城市中。当因为发现宝藏而兴奋不已的内森走进房间的时候，却发现老婆艾琳娜已经找到了这里，一时间气氛陷入尴尬。内森本想让艾琳娜听他狡辩，但是艾琳娜觉得内森欺骗了自己，甚至觉得就算内森如果没命了，自己也不可能知道。于是他失望的离开了这里。心情不好的内森也将情绪发泄到了苏利文和山姆的身上，最后闹得不欢而散。第二天，内森和山姆乘坐快艇前往了国王湾东北方向的小岛，在小岛上，他们解开谜题，通过艾弗瑞雕像上的望远镜，成功的找到了莱博塔利亚所在的孤岛。就在他们前往孤岛的路上，雷夫和纳迪恩率领着雇佣兵也紧随而至。内森他们的补给也在暴风雨中被敌人攻击，一起沉入了大海。当内森被海浪推到岸上的时候，发现山姆却不见了踪影。孤立无援的内森只能独自前进，一路上遭遇了不计其数的敌人，终于和山姆再次会合。这时候的内森有了放弃的念头，他们带来的补给已经随着快艇一起沉入了大海，而敌人更是有着一整支军队的兵力。然而经过了这一路的艰难险阻，山姆显然不想放弃近在眼前的宝藏。就在他们互相争执的时候，内森无意间竟然发现了通往莱博塔利亚的入口，这座传说中艾弗瑞为海盗们所打造的乐园就这样再一次浮现在了世人的眼前。然而这片曾经辉煌的海盗乐园如今却已经变成了废墟，仿佛就像经历了某种战乱一般。随着逐渐深入到城市的中央，他们发现所有海盗首领的肖像上都被刻下了盗贼2个字。内森也在这一刻拼凑出了所有的真相。艾弗瑞在建造这座城市的时候，所有慕名而来的海盗都将自己的财宝交了出来，这些海盗成为了这里的居民，并且建立了他们的法律法规。但海盗始终是海盗，以艾弗瑞为首的海盗首领们在收集到足够的财宝以后，便将这些财宝全部转移到了岛上的另一侧，而这个汇聚财宝的地方被称作辛德文。之后兄弟俩爬上了城市的最高处，确定了辛德文就在城市的河对岸。然而这时敌人也在随后赶到，立马对兄弟俩进行了狂轰滥炸。在逃离的过程中，他们竟然遇见了雇佣兵首领纳迪恩，这个女人打得内森和山姆2兄弟毫无还手之力，竟然成功的拖到了雷夫带着手下赶到。内森无奈之下只好说出了山姆被大毒枭威胁的事情，但这一刻雷夫却说出了真相。原来早在2年前，雷夫就贿赂了新的典狱长，把山姆从监狱里面救了出来。2年的时间，山姆一直都和雷夫在一起寻找宝藏的下落。山姆为了想和内森一起完成母亲的遗愿，所以才找到了已经成家的内森，编造了之前的谎言。知道真相的内森直接推开了想要解释的山姆。然而哥哥毕竟还是哥哥，就在雷夫举枪想要杀掉内森的时候，山姆毫不犹豫地挡在了弟弟的面前。 Making a mistake. You... 当内森掉下悬崖昏迷不醒的时候，正好被一路跟着枪声赶来的艾琳娜救下。之后醒来的内森对艾琳娜说出了曾经自己和山姆的过往。如今在敌我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内森已经彻底放弃了继续寻宝的念头。现在的他一心只想救出山姆以后离开这里。而在路上，内森问艾琳娜为什么改变主意来救他，艾琳娜的回答则是当初2人结婚的誓言。而内森也说出了隐瞒艾琳娜这一切的原因。Afraid of what? Losing you. 2人的袒露心扉，成功的消除了之前的隔阂。经过一路的攀爬，他们终于来到了辛德文。当他们进入到领地中央的宴会大厅的时候，长桌前的景象彻底揭露了大海盗艾弗瑞的阴谋。原来他在和这些海盗首领收集到所有财宝以后，与一名叫托马斯图的首领通过下毒的手段，策划了这一起最后的晚餐。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这前所未有的宝藏，而宝藏很有可能就在艾弗瑞的船上。之后夫妻2人顺着山姆一路留下的线索，顺着地下通道进入到了一间密室中，在昏暗的光线下，一路与敌人在满是会爆炸的木乃伊之中战斗。夫妻俩的感情也在这期间不断的升温。当他们从密室里面出来的时候，来到了一座属于帆船的墓地中。经过与大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战斗以后，内森终于救出了山姆，并和前来支援的苏利文会合。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山姆却依旧想要找到宝藏。内森却对山姆说道：“我们已经不是小孩了，就像我们5岁的时候，我和你一起玩尿和泥，你会觉得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但我20岁的时候都上大学了，你还在玩尿和泥。别说我不认你这个兄弟，我估计咱妈都不会认你这个儿子。” Victor, where's that plane? Right this way.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就在他们经过一处升降梯的时候，山姆说了一声对不起，便毅然决然地回头继续寻找宝藏。内森为了找回兄弟，只能孤身一人前往。艾琳娜和苏利文则留下接应他们。一路上，内森嘴上说着找到山姆要弄死他，实则心里却担心不已。当内森一路找到宝藏所在地的时候，他发现山姆已经偷了一艘雷夫的快艇，进入到了宝藏所在的船上。但让雷夫没想到的是，纳迪恩这个时候却打起了退堂鼓，因为这一路上他带来的整整一支军队已经几乎被这两兄弟杀光了。他现在只觉得能够带上几百万的金币安全离开就已经很不错了。但雷夫却不肯善罢甘休，他早就策反了纳迪恩的手下。纳迪恩无奈之下只好妥协。之后山姆却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引发了剧烈的爆炸。当内森赶到的时候，山姆已经昏迷了过去。雷夫和纳迪恩也在这个时候出现。没想到的是，纳迪恩背叛了雷夫，他深知每个痴迷于这份宝藏的人最后都会自食其果。随后他便关上了门离开了这里。内森本想招呼雷夫救出山姆一起离开这里，但雷夫已经彻底的失去了理智，他现在一心只想杀掉眼前这两兄弟。就在船舱的大火中，两人战斗在了一起。当内森被雷夫打倒在地的时候，千钧一发之际，内森砍断了身旁的绳子，将雷夫彻底埋葬在了财宝之中。内森顾不得其他，赶紧利用船上的火炮引入海水救出了山姆。兄弟俩终于在山洞即将倒塌之前逃了出来。一切尘埃落定，众人到了分别的时候，内森选择留下来继续和艾琳娜过平淡的生活，而山姆则跟着苏利文一起开始了新一轮的探险。当内森夫妻二人回到家以后，凭借着山姆在海盗乐园顺来的金币，艾琳娜买下了内森上班的打捞公司，并一起经营。两人的生活又再一次归于平淡。一转眼10几年过去了，夫妻俩的女儿凯西也到了懂事的年纪，一家人搬到了海边的房屋中，将过往的经历封存了起来。女儿凯西自然也对父母曾经的事迹非常好奇。当夫妻俩发现凯西翻看他们的探险日志的时候，内森这一刻也意识到女儿长大了。于是内森带着女儿朝屋外走去，主动说出了他们曾经所经历的寻宝历程。父女俩的背影也在艾琳娜的注视下渐行渐远。